想象不到吧？蜜雪冰城仅仅依靠3块5块的产品，在2021年一口气收入突破100亿，开店2万多家，一年怒赚19亿。这2万多家店铺不仅包括国内门店，还有海外分店，可以看出这个白胖子已经打起了海外攻坚战。而很多竞争对手们连咋盈利还不知道呢。定价高高在上的奈雪，2021年一年的收入43亿元，净亏损1.45亿，现在都还没赚到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蜜雪冰城卖的这么便宜还能赚钱？很简单，因为雪王不走寻常路，它主要的收入来源一不靠加盟费，二不靠卖奶茶，它靠的是供应链。要说蜜雪冰城呢，肯定离不开他的创始人张洪超兄弟。这哥俩出生在河南商丘农村，就在张洪超的弟弟张洪甫还在院子里边玩泥巴的时候，初中毕业的张洪超就已经开始跟着爷爷倒腾这些小生意了。这超哥年轻的时候呢，也算得上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养过鸽子，玩过兔子，还修过摩托车。1996年，超哥考上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，成了成人教育公关文秘专业的种子选手。这来到郑州，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赚学费，没办法，农村出来的娃娃实在是太穷了。他做过天使奶粉的直销，做过乖乖食品的业务员，还给中美史克制药做过调查问卷。虽说是每天忙得不亦乐乎，但是一到晚上呢，超哥就 emo 了。啥时候我才能自己当上了老板呢？总不能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吧？超哥为了这个呢，是没日没夜的睡不着啊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顿悟了。超哥想起了家乡的刨冰了，想到自己在郑州上了几年学，连个刨冰店都没见过呢，这市场肯定是相当辽阔啊。经过了几次市场调研，好吧，虽然说是市场调研啊，其实就是在商丘的刨冰店一条街喝过几天之后，超哥就把刨冰的流程和配方磨得七七八八了。之后呢，这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超哥就迎来了他的天使投资人，自己的奶奶。老人家是自掏腰包拿出了3000块钱给超哥创业。初始资金一到位，超哥的创业之旅这不就正式开始了吗？有钱了的超哥回到郑州，就找了一个当地最大的城中村，在自己出租房的门口划出了2-3平方米的地方，开启了刨冰店。这蜜雪冰城的前身韩流刨冰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好吧，这说着是刨冰店，其实就是一个小作坊，里面只有一个刨冰机，一个冰柜，2张折叠桌和几个板凳，还有一个大音箱，里面放了 DJ。虽说是店面不大，但是氛围感还是给你拿捏的很好的。这对设备呢，只有冰柜是超哥买的，在二手市场淘了好几天，800块钱搞定。刨冰机呢，没有现成的买，他就买电机、转盘、刀盘自己做，主打就是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冰块是没法自制啊，超哥就跑到附近的肉联厂买冰砖，再把长1.2米、宽60公分的大冰现场分成4块，用蛇皮袋子运回家。刨冰店就这么艰难的起步了，结果还没咋地呢，刨冰店就凉了。不可动资金也不足，城中村的环境也拉垮。城中村虽然人流密集，但是消费能力不佳啊，人们尝过鲜之后，生意也就渐渐没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弃号重启了。之后的超哥也是脚步不停，陆续开了2家店，结果不是因为赶上修路被封，就是遇人不淑，经营管理不善，被合伙人是骗钱骗利。创业还不到1年，超哥就已经有了3段创业经历了，这3家店是没一家成的。一般人呢，摸这就早就放弃了，但超哥可没有啊，主打就是一个玩不死就往死里玩。该说不说啊，超哥的行动能力也是超级强。失败了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复盘自己为啥会失败呢？经过一顿的经验总结，超哥通透了，这肯定不是能力不行啊，绝对是因为郑州的经济不够发达，地方太小了，不够自己发挥的。然后超哥就盯上了下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合肥。这合肥总比郑州有机会吧？超哥一拍脑袋就跑到合肥去卖冰糖葫芦去了。结果嘛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太着急了，不拍脑瓜子的事是随便能成的吗？到了合肥又人生地不熟，好不容易找了厂子租了店面，结果合肥冬天是潮湿的不行，冰糖葫芦的冰糖很快就会反潮化了，
卖相是相当差，无人问津。然后也没放弃，硬生生是在合肥折腾了一整个冬天，一分钱是没挣到。1999年，灰头土脸的超哥只能跑回郑州，从雪棱饮店就业。蜜雪冰城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一次超哥呢，可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店面选在了消费者主力学校附近，开在了郑州文化路和东风路口。这里高校云集，广播影视学院、冶金工业学校，还有超哥的母校财经政法学院都在附近，生意红火。结果刚好没2天啊，超哥就开始跟拆迁队斗智斗勇了。当年的暑假还没过一半，市政就发了拆迁通知，超哥只好又在其对面的广播学院开了一家新店。一开始这生意的确是不错，他索性把隔壁也盘下来了，跟伙计一起把中间的隔断墙砸开，准备开家敞亮的大店。结果呢，是刚装修完，拆迁队就到门口了，墙上又被涂上2个拆字。超哥还挺乐观，安慰伙计说：“咱加班加点啊，赶快在拆迁之前，好歹把装修的钱给挣回来。”结果一天夜里一通电话喊醒，没办法，拆迁队都已经上门了啊，不出2小时，好好的店面就变成了一地废墟。看出来了吧？蜜雪冰城的创业虽然赶上了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，但是在大时代面前，小个体确实可以被时代成就，但是大多数时候呢，都是被时代抛来抛去。4年时间还不算冰糖葫芦，超哥就干没了4家店了，一次又一次看着满地碎片和满手的借条，真的是欲哭无泪啊。但是人家还是很有毅力的啊。上一家店的废墟还没有被拆迁队清理干净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盘算下一家店的地址了。2003年8月，机会来了。不，超哥相中了一家废弃的铁厂。这个工厂呢，因为之前国企改制停工了很多年，现在老板打算把厂房租出去。在创业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圈了，超哥下定决心，这次要搞波大的，然后就相中了这个地方。不一口气租了1500平方米的店面，这么大的店面只做冰品，那可就大材小用了。所以超哥除了冰，还想搞点家常菜。这个厂房呢，是哪儿都好，面积大，离学校近，消费群体多，唯一一点不好呢，就是都是狗屎。携带蜜雪冰城事业群朝拜的前任自然人股东石鹏，当初以14岁高龄辍学，投奔老乡张洪超，加入蜜雪冰城。进蜜雪冰城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跟着超哥一起铲狗屎。这个超哥呢，是哪里都好啊，任劳任怨，有头脑，有想法，唯一一点不好就是没钱。这么大的厂房呢，要装修肯定是要钱的，但一摸裤兜比脸都干净，只能硬着头皮找乡亲们借。为了凑10万块钱，足足借了几10个人，东拼西凑，终于把钱给凑齐了。但是呢，资金实在是有限，所以只能先勉强把前期的700平方米装修出来。钱到手了，就开始从厂房设计上下功夫。为了迎合客户的需求，至于是啥需求吗？大学生啊，肯定是谈恋爱了。所以超哥就利用厂房的钢梁，造了一排秋千椅，主打一个把浪漫贯彻到底。按现在的话说呢，就是搞个网红店。因为蜜雪冰城呢，一直都在附近开店，物美价廉，积累了不少的口碑。大家新店一开，超哥大手一挥，发出了10多万份传单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成了周围学生、朋友约酒、情侣约会、生日趴第一选择，生意火爆。光排队呢，都能排出300米开外，一直排到铁厂门口。好了，这下蜜雪冰城呢，终于结束了4年拆迁队打游击的生涯，逐渐稳定了下来。并且蜜雪冰城的红火，为废弃的铁厂大院引来了巨大的客流量，也被其他人看在眼里。一时间呢，有7、8家入驻大院，除了一家 KTV 和一家水疗店，其他的都是餐饮店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了。不，几个餐饮店在大院里面开启了一番明争暗斗。最先威胁到蜜雪冰城的呢，是一家叫刚利亚阳光的店。这个店名呢，就能看出对方来者不善。这个阳光呢，也是真的不含糊，是原汁原样的照抄了蜜雪冰城的所有产品，你搞啥我就搞啥。Ctrl 加 C 加 Ctrl 加 V 玩的是贼溜。除此之外，还大打价格战，开业连续3周大优惠，第1周2折，第2周3折，第3周5折。
纵观互联网上大大小小的各种价格战，一般这个时候呢，是不是就该激流勇进，疯狂撒币，让利消费者，然后趁机俘获消费者的芳心了？超哥还真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先仔细分析了一下局势。他发现啊，对方要卖这个价，那绝对不出3天就得倒闭啊，所以他肯定会偷工减料。所以蜜雪冰城不仅不跟着打折，还略微的加了5毛，同时打出广告，加大菜量，特别是荤菜，一盘青椒肉丝多放几两肉，并且消费10元送米饭，不让客户吃亏。果然呢，这个刚利亚阳光开业之后呢，刚开始虽然能靠凶猛的折扣节流一部分客户，但是老板舍不得放好肉好料啊，一盘青椒肉丝只有青椒没有肉丝儿，消费者吃的眼睛都绿了，兴奋而至，扫兴而归，又纷纷重新投入了蜜雪冰城的怀抱。不到2个月，刚利亚阳光关门大吉。同样的套路，同样的价格，超哥还有另外一位竞争对手，那就是一家烤肉店。这家呢，还不是一般的烤肉店，而是一家自助烤肉。为了抢夺客流，这家的老板呢，直接把烤肉的价格从48降到了26，然后超哥偷偷跑去一吃，原来是这么低的价，玩不转了。羊肉、牛肉、腊肉、香肠，主打就是一个要啥没啥，只能喝一些廉价的火锅、丸子和午餐肉啊，格局小了不是？果然这家烤肉店还没上一个能扛1个月呢，就猝死了。超哥在这2次竞争中也直接悟出经验来了，那就是低价低质手段，薄利多销才是王道。之后的蜜雪冰城也是靠着这套策略，在激烈的商战中稳如泰山。在铁厂里面做家常菜的日子持续了3年多。2006年，超哥走上了人生巅峰，结了婚，买了房，还生了个娃。这一年呢，超哥30岁，家庭稳定，收入也很平稳。中年男人躁动的心呢，就开始不安分了嘛。恰好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彩虹帽的冰淇淋火遍河南。这是一种日本进口的蛋筒冰淇淋，上面是冰淇淋，下面是蛋筒，造型上呢，很像一只火炬，正好迎合要到来的北京奥运，然后就成功火出圈了。超哥刚开始呢，还十分瞧不上这个冰淇淋，结果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个冰淇淋20块钱一只，这不是雪糕刺客，大众的消费已经升级到了这种程度了吗？我要是能搞出来这个冰淇淋，这不就发财了吗？说干就干，超哥立刻就入手了一台2手软冰淇淋机，然后就看着来自百度的冰淇淋资料。只能说那个时候的百度呢，还是可以的，又凭着自己当初做刨冰的一腔热血，成功忽悠了自己手底下的一堆伙计。这年头出来打个工还得当小白鼠啊，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把几个员工逼到听见冰淇淋这3个字都有生理反应的时候，理想的味道，不应该是钱的味道，终于被超都给试出来了。冰淇淋部分的平替已经搞出来了，那剩下就是蛋筒了。不过呢，这个蛋筒的研发稍微是有点曲折，因为百度上没有啊，超哥没办法自己搞配方了。既然百度不给力了，那就只能找蛋筒的供应商了。结果供应商是狮子大开口，一个蛋筒就报价1块多，太贵了。要是超哥也想卖个20块钱的冰淇淋，肯定是没问题，但是超哥要薄利多销啊，成本太高，只会心痛。既然舍不得成本，那就只能继续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优良传统了，自己研发蛋筒面浆的配方。于是乎，超哥就寻根去了。回到老家，他直奔一个冰淇淋摊位，因为这家的蛋筒是超哥童年的白月光啊，那个味道呢，超哥长大了都念念不忘。结果好不容易找到摊位，蛋筒一路口感现白月光变成了米饭粒子了。店还是那家店，但是蛋筒的味道却变了。想来想去呢，就想找到这家蛋筒供应商问问原因。这种进货渠道呢，一般来说可算是商业机密，店主不愿意透露。于是超哥就拿出了他的另一项技能，超能力啊！钱一到位，店主啥都说了之后呢，一行人就倒了。蛋筒供应这里是没有专门的厂房，只是一家普通的农家小院。但这家人呢，还是很热情的，对超哥是有问必答。然后呢，等到问到配方的时候，人家就闭口不谈了。没办法，超能力返场，
又高价买了人家的配方之后，一路飞奔回郑州，连觉都舍不得睡，连夜测试得了真传。又用了真实材料的蛋筒，配上冰淇淋，妥了。2006年的秋天，这种火炬冰淇淋在蜜雪冰城开卖，定价2块，还能用买家常菜送的1元优惠券，价格屌炸天，不虚赚。然后呢，就开始供不应求了。第2年春夏，更是里3层外3层的排队，超哥几次添购机器扩充产能，都满足不了客流。最初呢，不少人是吃完家常菜，再拿优惠券兑购冰淇淋，后来又有顾客去蜜雪冰城，就只为了冰淇淋。没想到这个冰淇淋的前景这么广阔啊！之后，超哥又开始专门来开冰淇淋分店，不断优化流程，产量上规模，把冰淇淋的成本控制到不到1块钱。可别小瞧这个成本不到1块钱的冰淇淋啊，这可是蜜雪冰城腾飞的关键。不仅仅是因为这是蜜雪冰城的第1个爆单产品，而且也是这个时候加盟模式出现。超哥的弟弟这时候也长大了，看到老哥生意这么红火，决定亲自投入到哥哥创下的事业之中。和超哥的性格不同啊，张福比较注重排场，还擅长讲故事，天生的是营销好手。你看他能请来苏景空给蜜雪冰城做广告，就知道了，绝对是个有情怀还有故事的人。当然了，苏老师毕竟也是我们一代人的启蒙老师。2007年，张福开了第1家蜜雪冰城加盟店。后来呢，为了1年之内开上百码的豪言壮志，一口气又开出了4家分店。等到07年秋天，蜜雪冰城的冰淇淋已经加盟到了20多家店，原料呢全由超哥开采加工厂提供。大家发现了问题，没有冰淇淋，秋天这2者根本就不打码。一到秋天，冰淇淋是销量猛降，超哥的店呢还有家常菜支撑，但是那些纯卖冰淇淋的店就撑不住了，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26家加盟店直接死剩就5家了，这么搞就要码。关键时刻，张禅出马了。冬天来了，弟弟自己的冰淇淋店生意也不咋地啊，无所事事的他就跑去给哥哥当搬运工。结果搬着搬着出问题了，他找了半箱雀巢奶粉，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啊，所以他就搬回了自己的店里，也没啥客人嘛，就开始自己鼓捣了。用果汁的甜度来加糖，加植脂末，最后再兑上1勺咖啡粉，就鼓捣出一道味道还不错的咖啡。他还专门给这个咖啡起了一个逼格很高的名字——卡布奇诺。虽然自己做的这东西呢，和卡布奇诺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但是架不住喝啊，还是1块钱一杯，怎么样定价方便呢？丈夫是不是深得超哥的真传？就这样呢，一间楼梯间大小的小店，一天就能卖出800块钱的卡布奇诺出去。这个新品的研发呢，直接解决了加盟店冬天没有营收的问题，1年4季都能卖啊。夏天加了冰的卡布奇诺甚至成为蜜雪冰城最畅销的单品，加盟店起死回生。讲到这里呢，相信大家都能看出超哥是真的皮实啊。几年时间，从3000块钱的投资野蛮生长，4拆5建，蜜雪冰城拔地而起。张洪超一个人完成了蜜雪冰城从0到1的积累，接下来打仗亲兄弟上，父子兵超哥兄弟2人齐心协力，完成蜜雪冰城从1到100的扩张。但是就当超哥把背后交给自己的亲弟弟的时候，却被张洪富反手一刀。丈夫最快的在我们这个榜单上还有2个兄弟，就是蜜雪冰城。张洪发超和张洪富的，他们的财富都1年当第2天，在这么困难的1年呢，都涨了3倍多了。2018年，蜜雪冰城加盟店也有上百个了。张洪、超哥兄弟俩一起创业，开始分工合作了。超哥坐镇总部，弟弟张福在外面主管加盟商。当然，因为业务还没咋扩展，所以这些加盟商主要还是卖冰淇淋，加上弟弟 DIY 出来的卡布奇诺。这些加盟店的原料都来自蜜雪冰城的总部，而总部那些原料的原料呢，是来自上游的冰淇淋粉供应商。本来一切都在正轨上的，结果08年就出了一件大事，给蜜雪冰城当头一棒。大家还记得08年3鹿毒奶粉事件不？在这里简要给不知道的小伙伴过一下这个事情。08年8月2号，3鹿集团的外资股东新西兰恒天然
要求三鹿在最短时间内召回市场上销售的受污染奶粉，并立即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报告。原因就是因为三鹿奶粉的3聚氰胺超标，变成了毒奶粉。等到08年8月18号，三鹿严令各地终端货架与仓库在8月23号之前把产品调换完毕。因为害怕影响口碑，所以没有对外说明换产品的原因，结果导致调货效果不佳，毒奶粉继续流通。等到新西兰政府知道三鹿集团阳奉阴违之后，立马下令新西兰官员绕过地方政府，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死尸事件，踢爆了3聚氰胺事件，得到了中国政府严正对待，3聚氰胺问题彻底爆发。等到9月8号时候被爆出来，甘肃岷县14名婴儿同时患有肾结石病状。9月11号，甘肃全省已经发现了59例肾结石患，部分患儿已经发展为肾功能不全，1名婴儿死亡。而在随后的调查中，发现了全国所有品牌的奶粉，在这次抽检中有高达69批次的产品被3聚氰胺污染。这里面污染最严重的就是三鹿奶粉，而三鹿在确定自己奶粉会导致婴儿得肾结石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召回所有奶粉，而选择进行了危机公关，跟百度合作屏蔽所有相关新闻。百度也是啥钱都挣啊！等到08年9月13号，中国国务院启动国家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机制，处置三鹿奶粉污染事件。而那时候受害婴儿已经达到了30万，中国上上下下有30万的婴儿因为三鹿奶粉变成了大头娃娃。一夜之间，全国的家长对国内奶粉失去了信任，还一度产生了购买国外奶粉的热潮，而三鹿集团这座大楼也轰然倒塌，董事长锒铛入狱。而奶圈都是通的啊，不少冰淇淋粉厂因为这件事而被迫关闭。蜜雪冰城位于河北的上游的冰淇淋粉供应商也陷入危机，超哥只能不惜成本高价找供应商。也是这个时候，超哥意识到应该积极布局自己的冰淇淋粉厂了，把供应链源头提在自己手里，这总把命放在别人手里，那多危险呢！但是家族内部不统一啊，这7大姑8大舅当初给的都是蜜雪冰城的救命钱，超哥是一个都不敢得罪，听这些人东一嘴西一嘴的，公司都变成热炒头了。超哥也嫌麻烦，跟弟弟商量一拍即合，神秘人正式登场。在08年的时候，超哥注册的蜜雪冰城商贸有限公司在浙江、安徽、河北、陕西、山西、湖南等等地方开了180多家蜜雪冰城门店，在几乎没有啥竞争的市场上信马由缰，野蛮生长。随着公司的壮大，外加避免亲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之争，超哥兄弟俩都意识到是时候让蜜雪冰城更进一步了，引进职业经理人，启动管理改革计划正式来袭。不过呢，虽然那个时候蜜雪冰城都已经有了上百家门店了，但还是很小的，小到那些猎头公司根本看不上啊。所以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去找人与人脉，找关系。然后呢，蜜雪冰城负责采购的涛哥认识了一个张哥，而这个张姓男子呢，可是颇为神秘，网上找不着一点关于这个人的蛛丝马迹。但是他对蜜雪冰城的贡献可是相当卓越，江湖人称蜜雪冰城救火队长。而这个张总呢，之前在上海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地产企业。你要说地产跟奶茶有什么关系呢？硬说也有啊，奶茶店肯定需要地产吧，但是这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这个不知名的张总有着非常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。经过几轮沟通，主要是张文禅的一张巧嘴，自带画饼技能，成功是把张总从上海忽悠啊，不对啊，是吸引到了郑州。不愧是看故事大王长大的男人啊，输出就是强人。一过来，超哥的 KPI 就到位了。你要是把团队这件事情给管好，那你就是优秀人才，我就给你打8的股份。你要是没搞好呢，你也是优秀人才，马上给你输送到社会。该说不说啊，超哥是真舍得给。以前的蜜雪冰城市只有张洪超一个股东，而现在呢，张总占大头，自己外加推荐人涛哥并列自己弟弟张洪甫占小头。咋样，是不是见过给职业经理人股份的，但没见过给职业经理人搞成大股东的？不仅你没见过，张禅也没见过啊。哥，你可是我亲哥啊，让一个外人都站到我前面去了，
你是不怕我翻脸啊？好了，怨恨的种子就这么被埋下了。不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张总统一看，你这是给我上高度啊，那我也得拿出看家本领来啊。三件事让蜜雪冰城直接改头换面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确定发展战略。越野冰城当时的格局是这样的，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家常菜馆，而自己呢还卖冰淇淋，同时还搞着加盟店卖冰淇淋。总而言之，是品类既单一又散。最重要的是，冰淇淋店冬天没有生意，只能靠张馋小张总搞出来四不像的咖啡来顶一顶，这可不行啊！想要做大做强，首先就是品类要多，最好能够让顾客看得眼花缭乱。所以09年春天，张总找到了蜜雪冰城的下一个发展方向——新茶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张总决定，我们现在听到蜜雪冰城名字之后，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蜜雪冰城的样子。张总带着兄弟二人去了南方考察，吃什么快乐柠檬、蜜果、果麦等等各种新茶饮的品牌。那段时间呢，小张子还会蹲在郑州本土品牌食堂宇的店门口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，也不是因为别的啊，纯粹是眼红啊。小张等在门口，一个人的算一天的客流量，外加5块钱到15块钱的单价，一个月呢，大差不差就能卖到几十万。客单价那么高，纯利都得有20万了。看来茶饮是必须得搞啊。09年冬天，越野冰城上线的热咖啡红岛奶茶，10年冬天上线了冰糖葫芦和墨绿奶茶。之后，超哥和张总两个人也在网上努力搜寻着食谱，不断的更新果汁奶茶的选项。很快，越野冰城转型成了一家新茶饮店。之后呢，蜜雪冰城开放招商，也就在那个时候，蜜雪冰城开始走向了1000店的规模。第二件事件呢，就是明确品牌形象。蜜雪冰城就是超哥在刚创业的时候随手取的名字 ，logo 更是从百度直接随手扒下来的一个冰淇淋图片，要多敷衍有多敷衍。先不说这个 logo 啊，限制了蜜雪冰城的发展方向，主要是这个的确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气息 ，low 到了极致。然后张总就找了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，上海设计，想给蜜雪冰城换个 logo。然后嘴巴搞甜的小张总就上门砍价去了，咱就要一个 logo 啊，也不要什么品牌延伸，能打几折啊？800块钱能不能搞定？搞定了，这个800块钱搞定的 logo 直接沿用了10年，直到雪王诞生。发展方向搞定了，品牌搞定了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公司的内部调整。然后找就发现了，不，这件事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因为蜜雪冰城当时就相当于一张白纸，企业文化没有，内部档案没有，工作流程没有，企业架构没有，啥都没有，一切都听张总的指挥，唯一有的呢就是分工，但又好像没有。为啥这么说呢？给大家举个例子就知道了。你就说小张董吧，本来是主管加盟店运营的，但是又好像什么都做，超哥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会打电话让张永禅过来帮忙。同时，他还要到网上研究新的配方，偶尔还得帮忙跑下采购，而且每上一个新品都需要宣传海报，找设计公司，设计速度又慢，而且还花钱，所以都是张府承包的。看这个弟弟替超哥承担了多少啊！看起来呢，蜜雪冰城内部员工都是6边形战士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全都是浮皮潦草，什么都在做，但是什么都不深。所以张总就搭建起了蜜雪冰城最初的企业文化和网站，进行团队的重新编制和划分，按照业务线在总经理下是招商、运营、企划、财务、配套5大部，4个股东呢也各有分工。张超负责坐镇总部 ，AI 把家常菜经营好，这是公司最稳定的现金流。那个负责采购的涛哥继续负责采购，顺道把物流也给搞好。弟弟张红婵专门负责宣传和门店的运营，顺便指导加盟商。当然了，张总自也不能摸鱼，他就负责招商，一个公司化运营雏形就此形成。不过，职业经理人带蜜雪冰城的发展也就持续了3年。2011年底，4个股东又并分家，是由张家兄弟留在了蜜雪冰城。你要是问我这4个人为啥和平分手了，是撕逼了吗？利益不均还是竞争对手挖人，咱也不知道。
反而这个张总呢，是雁过不留痕，把蜜雪冰城从家族作坊变成正规企业之后就消失不见了。互联网上是半点痕迹都没有啊！有着神秘人助攻，阅冰城的产品矩阵、品牌形象、战略推广全面升级，形成了真正的六边形战士。2010年，市场一片大好，加盟异常火爆，弟弟的白马梦也实现了，积蓄也有了，心思呢也就活跃了。不，正好赶上了当时美国 DQ 冰淇淋风靡，高逼格的门店，统一的着装，5到25块钱的定价，整个门店就出现了2个字：高级。对比一下，当时的蜜雪冰城不仅廉价，门店也破破烂烂，全靠贴海报装修，大多数都是夫妻经营，完全没有服务意识，店都还开在脏乱差的各种临时房。当时郑州最时尚年轻，各种高颜值群体聚集在大上海城。本来想邀请蜜雪冰城去开店，结果知道了他卖东西的价格之后，又不邀请了。没办法，害怕拉低上场档次。啊，好吧，我档次低，我开拖拉机，我是又凶又搞的大 low 逼。这可给小张总属实是刺激到了，我必须整一个高端品牌店出来发一波大财。为了把这个高端店铺搞好，小张能也化成了007，潜伏到了 DQ 的店铺，听人家内训，看人家原料，看人家怎么倒毛不洒。你别说，还真学会了，嘻嘻，做的差不多了，小张总开始动手了。不，他把高端店开在了著名富家子弟聚居区的学校附近，斥巨资下血本，找来设计师精装修。门店原料只买市面上最好最贵的，能用冷链绝不用常温，能用鲜果绝不用果酱，冰淇淋呢也不用以前的冰淇淋粉了，而是用优质的奶浆，冰淇淋机也买最贵的。然后就是一顿输出2万5，实际伤害2.5。这家高端店呢，开业2年赚了6000，一连买冰淇淋机的零头都没到。于是蜜雪冰城在喜茶和奈雪还未诞生，奶茶行业发展早期格局未定的时候，冲击高端败北。其实败因呢也很简单，高端品牌要从市场定位、体验、品牌、文化、营销、IP 等等各个方面去形成，而不是统一着。有口号、颜值高这些皮毛决定的。等到7年之后，看着崛起的奶茶，小张总又不忿了，再一次朝高端下手，推出高端茶饮品牌 M+，主打鲜泡茶与特调牛乳等饮品，价格最高上探到了20元，但是还是无人问津。好了，这下该死心了。虽说高端不尽如人意，但是好在加盟店的店铺还是在持续增长的。2014年，蜜雪冰城的门店总数量突破到了1000家，公司业绩呢，也在几年之内迅猛增长了好几十倍。那时候的喜茶奈雪还要再等1年才成立，竞争对手还没发育，蜜雪冰城开始在奶茶市场上策马狂奔，计划在2015年再添1500家加盟店。面对公司迅猛的涨势，小张总有点飘了。不，自己可是一手把蜜雪冰城做大做强了，渐渐的对超哥的意见听都听不进去了，觉得哥哥的思想陈旧不开放，节约俭省，格局小。有一次开会的时候，小张总甚至当众对哥哥让他最好离开自己，可以把前后端都整好，让团队发挥更大的价值。张总一听，你这是叛逆期来了啊，看我不治治你。于是乎，超哥真的离开了总部，跑到了海南开家工厂了。这可给小张总是高兴的啊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当大王啊。但是就在蜜雪冰城一路疾驰之际，麻烦来了，窗明几净、规范很强的一点点 COCO 奶茶出世，让蜜雪冰城开始相形见绌。超哥在这方面呢，还是比较敏锐的，他察觉到了蜜雪冰城的危险，所以就赶紧给小张总打电话，让他去巡店看看。因为忙于扩张，被耽搁的巡店再次启动。小张总带着几个同事从河南、河北、山东转下来，好了，5雷轰顶了。不红火的店，后面的后厨是惨不忍睹啊！食物变质配方加盖一个店一个样，根本看不出连锁店的痕迹，还有很多店濒临倒闭，加盟者倾家荡产的投入，基本是血本无归。小张总内疚了，一心想着大跃进，属实是把这些不富裕的加盟商给坑惨了。同时，竞争对手也开始对蜜月冰城火力全开，直接跑过来挖员工的墙角，很多加盟商直接换了招牌。一点点的攻势也很猛，
这边还没等蜜雪冰城把自身的管理拗顺呢，一点点直接抄家，悄悄地把店面开在了蜜雪冰城直营店的旁边。小张总发现之，立马就登门拜访，发现一点点的店面外表平平无奇，但是服务体系全部都是训练有素的微笑加台湾口音的嘘寒问暖，产品也首创了糖度和冰度。相比之下，蜜雪冰城的产品和服务实在是不能够看的。眼瞅着一点点的生意是越来越好，蜜雪冰城的生意是越来越差，有的店只有前者的10%不到。小张总焦虑了，赶紧就去请哥哥出战好了。又到了蜜雪冰城危急存亡的时刻了。在哥哥的体检下，2016年春天，小张等决定停下来系鞋带，停止店铺扩张，也不再推出新品，一门心思整改加盟店的歪风邪气，踏踏实实的培训员工和加盟商。这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新的爆款产品出来了，所以张总开始重操旧业，负责总部运营，外加后端的产品研发和生产。而超哥在海南那段时间也不是白待的，自建供应链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超哥带着团队到原料产地考察，与一手茶农、果农合作，以自建合作工厂产生奶茶粉配料，还在河南焦作建立起了仓储基地。在这哥俩的共同努力下，严格整治加盟店的脏乱差现象，蜜雪冰城再次回到了轨道上。神秘人登场，让蜜雪冰城直接改头换面，从家族企业变为正规大厂。而蜜雪冰城接下来遇到了网红营销鼻祖华氏兄弟，更是让蜜雪冰城的名声更上一层楼。现在华强老师有几辆劳斯莱斯，反正是买过2辆了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甜甜蜜雪冰城甜蜜蜜，听过我的歌，你永远都忘不掉。听说一开始提这个提案，蜜雪的 CEO 不太同意，应该说所有人都激烈的反对东北讲话。多点是拿炮轰是吧？但是我在等别人，他们就拿炮轰我了。他们公司的设计总监说，如果用这个东西我就辞职，他后来真的辞职了。甚至那些加盟商也说，如果用这个我们就不开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加盟商公司换个 logo 关你毛事啊？问你意见了吗？去年9月，土不拉几的雪王选择了上市难度最高的大 A 股上市，但是被亮起了红灯。耽搁1年，扭头瞄下挑中了港交所。雪王之所以敢这么选，归根到底还是业绩太好了，1年卖出4.5亿杯柠檬水，2亿杯百香果，外加1.9亿杯珍珠奶茶，这加起来都能把地球围个水泄不通了，外星人都进不来。10亿美元的估值让人惊叹，原来那个小白胖子背后的公司竟然这么贵。但就这么贵，还满足了上市条件的蜜雪冰城为什么会被亮起红灯？还有蜜雪冰城为什么这么着急上市呢？想象不到吧？蜜雪冰城就靠着3块5块的产品，一口气在2021年收入突破100亿，开店2万多家，一年怒赚19亿。这2万多家店里边，还不单是国内的店，还有国外的店，看不出来吧？这个白胖子都已经打起了海外攻坚战了。而很多竞争对手们连咋盈利还不知道呢。定价高高在上的奈雪，2021年1年的收入43亿元，净亏损1.45亿，现在都还没赚到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蜜雪冰城卖的这么便宜还能赚钱？很简单，因为雪王不走寻常路，它主要的收入来源一不靠加盟费，二不靠卖奶茶，它靠的是供应链。2022年有人算过了，蜜雪冰城的一家加盟店1年就要从总部拿60万的原材料，这么算下来呢，蜜雪冰城这么多加盟商就直接赚翻了。你这么看是赚翻了，但是在当时，蜜雪冰城可是走的一条脏活累，我全包，重金投入不报销，一不小心就死翘翘的路。在2014年呢，老蜜就开始布局产业链，从研发、物流再到运营，在餐饮界是啥都干的。为啥把 title 局限在餐饮界呢？很简单，搞定原料厂，搞定仓储物流，这不跟东哥的自建仓库、投物流是一个剧本吗？老妹这条路有多难呢？这么说吧，光一个柠檬水背后的供应体系就花了6年时间才稳定下来。老蜜的那些加盟店1年就要消耗5万吨柠檬左右，如果产店没有冷库，国产柠檬到5月就不能用了，得改从南非进口。
进口柠檬价格翻倍，加盟商跟着心碎。这个问题呢，就得交给上游解决啊。小供应商没钱投资冷库，老蜜只能找大供应商合作，但是加盟商太给力，供不上啊。所以呢，2020年9月，老蜜就在中国最大柠檬产地安岳县全资成立四川川王柠檬有限公司，设立售储基地，跟当地合作社直接向农户收柠檬，把每年有5个月时间需要的进口柠檬慢慢缩短到每年2个月。一个柠檬水都那么费劲，还有那么多产品呢，可想而知，这个供应链建的到底是有多艰难。在砸了无数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背后，一个卖冰淇淋、茶饮的成功建了一个252亩的智能制造产业园，13万平的全自动化生产车间，外加22个省份设立的仓储物流基地。于是乎，每天超过2000辆的卡车载着新鲜柠檬、水果罐头、冰淇淋粉和各种原料，从河南的产业园驶向中部6省和全国22个分仓。你以为这个供应账是谁都能做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毕竟很少有人能跟老蜜一样有这么多家子公司。蜜雪冰城走到哪，供应子公司就会跟到哪，那速度可比老蜜门店扩张的步伐还要快。在2022年初开始，海外攻坚战的老蜜就在越南、尼尼等成立公司，布局原材料采购、加工和运营。那段时间，张老板2个人天天抱着英语书，还特意报了辅导班，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，有点考前冲刺的味道了哈。而且这些子公司呢，也不是单打独斗，人家有战术快速抱大腿，和其他的食品厂商合作，投资建设椰果啊、乳制品啊、咖啡豆啊等等原材料的生产加工基地。然后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了，不让整个蜜雪冰城产业、固体饮料、乳制品都能达到数十万吨的年产能，原料供应充足，就能吸引更多加盟商。加盟商一多呢，老蜜就有钱在扩张，良性循环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原料后备军已就位，就算是老蜜走的低价路线，也完全不怕没钱赚。核心原料都是自己生产，节省了一大笔成本不说，毛利率还超过了30%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开店开的越多，越野冰城赚的也就越多，然后呢就发财了。2021年末，雪冰城员工平均年薪大概是6万块钱，但是他们平均每人给雪冰城创造了285万的营业收入。你说这些员工如果知道了，不得心塞死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直接把蜜雪冰城变成了去海底捞之后我国第2家100亿收入的自主餐饮品牌。不过这个供应链是建起来了，但是有利也有弊，相信大家都发现了吧？雪王的上新频率并不高，开发新品严重受限。雪王的上新频率呢，永远不能像喜茶、奈雪那样每个月上2、3个新品，通常是每个季度才有1、2款新品。2021年，蜜雪冰城上线10款新品，2022年上半年只上榜了5个。毕竟老妹能用的水果也就那10来种，因为找供应商实在是太难了，货根本不够。2万多家门店分的，现在的雪王在全国拥有门店22276家，这2万多家门店里呢，只有47家是直营店，剩下的全是加盟店。无论是多么偏耳旮旯的地方，都能看见雪王的身影。披着奶茶的外衣，其实是茶饮的上游供应。越野冰城早就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，而别的奶茶店都是赚顾客的钱。喜茶的包装材料供应商擦纵生活在2022年上半年毛利率26%，阅兵成本8分钱的吸管转头卖加盟商1毛1，毛利率37.5%。这就是别的奶茶店赔钱赔的苦兮兮，蜜雪冰城哐哐赚的主要原因。除了老蜜依靠供应链赚供应商的钱之外，雪冰城赚钱的原因还有一个，就是会营销。真应了那句话，营销做得好，赚钱没烦恼。雪冰城搞营销，那是算盘都直接打得飞起了。先是找到了史上最贵营销公司华语华，提供一条龙服务 ，logo、形象、主题曲，人家啥都负责。你要说这公司是啥没听过啊？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了，蓝瓶特好喝的钙，厨邦酱油美味鲜，晒足180天，这些广告耳熟能详吧，都是人家想出来的。西贝的 I love you， 海底捞的嗨，可可和绿源的 logo，
还有占领 B 站鬼畜区的足力健、老人鞋，这些 logo 眼熟吧？人家想出来的。这家公司呢，就是秉持着只要你押韵，保证他就信的原则，把土味但朗朗上口的套路贯彻到底。这家只有146人的公司，2020年的年收入可以达到2.8亿，赚钱赚得飞起600万起每年。有人称华与华往往要求长期合作，最起码签3年。不同于一般的广告公司把客户当爸爸，华业华可是相当硬气的，乙方交给我，你就别废话了，一切听我的。人家也的确有狂的资本啊，优秀作品无数。不过这家常年在机场和航班杂志上给自己打广告的公司，虽说是营销案例搞出了不少，但是一直处于太土太 low 的争议当中，被人戏称为广告界的拼多多，设计界的泥石流。但你猜蜜雪冰城介意吗？当然不介意了。于是魔性的旋律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登场了，白胖子雪王形象也登场了。然后呢，超哥两兄弟就被话语化的野路子给震惊到了。知道你们野，但是你没想到你们这么野啊，这审美是真接受不来啊，变 low 了，乡土气息十分浓厚啊。不仅超过2个人，相互中员工内部一致，觉得公司领导层脑子是进水，被人忽悠了。就当超哥想要放弃这个方案的时候，华与华公司的兑现人就说了一句话：信我的你就用超哥决定试一下，不行再改呗。然后呢，在老蜜主题曲 V2 雪王的形象沉寂2年之后突然爆火，直接创造了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了10亿，抖音13.8亿次播放，B 站超1000万播放量的奇迹。小破站上各路高手把主题曲改成了京剧、rap、日语、俄语，鬼畜各种各样的14个版本，播放量都是大几十甚至几百万上下。你看看，幸好没换，不要不，这泼天的富贵就是别人的了。自那以后呢，老蜜就靠着你爱我我爱你，成功混迹成一个在互联网上横行霸道的街溜子。当然了，街溜子也不止他一个啊，各大品牌那是高速冲浪整活，狭路相逢，商战这不就来了呢？不过这个商战呢，可跟咱们脑补的断货工、舆论公关不一样，高端的商战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打法，那就是到对家翻车的评论区给你戳几两股。低价王者老蜜深谙此道，一旦有茶饮品牌出现负面，他就会用最快的速度，第一时间出现在评论，一顿输出。有蜜雪冰城奶茶店的地方必有雪王，有雪王的地方必然会起纷争，不是在打架，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。瑞幸咖啡因为冰块太多被消费者反槽，一大批雪王门店的账号就赶来留言，先给自己打个广告，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家都可以选择正常冰、少冰、常温，再开始阴阳怪气，是想把顾客冷死吗？应该不是故意的吧？引发了一大批围观群众，冰块事件慢慢落下帷幕，但是雪王的阴阳怪气还没有停止。蜜雪冰城推出新品咖啡椰椰时，直接在简介里写上了生椰拿铁，唯有椰，句句意有所指。追着瑞幸持续输出的雪王，被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们凑成了 CP， 大家秉持着抓到什么就磕什么的态度，开始给他们续写故事了。早期蜜雪冰城和中国邮政联名开设了邮政绿线下门店，马上就有网友手指翻飞，转演出蜜雪冰城最擅长的绿茶文学。亲爱的瑞，当你看到这小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入编了，很遗憾我没有一起入编。虽然总是被雪王欺负，但是瑞幸也不甘示弱，蜜雪冰城被反槽的时候，他也没少在评论区蹦跶，用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为了跟老蜜叫板，雪冰城这边宣布，路边那边马上就开始跟茅台联名合作，首日营业额就破了亿，被网友笑称叫入豪门，扳回了一局部。好吧，看来脑补中的商战是违法且致命，而现实中的商战是合法但有病。不仅是茶饮品牌闹得欢，各式各样的商那更是层出不穷。那对10万块钱说叫什么啊？叫，我们现在不卖，请你们出去，死了没死啊？我打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狗咬你，你也咬狗吗？不买就滚，顶级的商战全靠同行衬托。现在的汽车界销售是这样的，这10万块钱叫什么？叫什么叫？在我这里当然是叫大哥，这10万块的车叫什么叫？爆笑，叫我小汪就行了。
对，10万块的车叫什么叫？不笑叫什么叫？叫比亚迪海豚8，一款4.50米上，22年上牌，35000千米，8.99。要什么破丰田？闲破丰田。时间到了去年9月末，那个时候呢，沉寂了许久的 A 股消费品市场突然被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。蜜雪冰城递交了招股书，它成了继奈雪之后中国第2家 A 股第1家上市的茶饮品牌。招股书一披露，市场炸了。你不是价格屌炸天吗？咋偷偷摸摸上市啊？这个时候呢，吃瓜群众们才意识到，老蜜之前说的卖吸管能赚3个亿，每年卖出的产品能绕地球好几圈都是真的。自己就这么2块5块的就给蜜雪冰城搞发财了啊！老蜜偷偷摸摸就成了全球第5大连锁餐饮品牌，仅次麦当劳、赛百味、星巴克和肯德基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土不拉几的雪王这么强大吧？不过呢，既然他这摇牛，为啥还着急着上市呢？一个企业选择上市也就2个点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利。就以雪王的曝光速度来说，他肯定不需要上市来出名吧？钱也人家不缺，那这上市是图点啥呢？很简单，也就是在现在是雪王最高光的时刻了，而它的增长已经触到了天花板。数据显示，未来2到5年，新茶饮的整体增长速度会从原来的 26.1% 下降到 10%到 15%， 茶饮品牌的营收会减少，那对老米来说影响肯定会很大。市场增长缓慢的同时，市场上那也是一个刀光剑影。截止到2022年底，古茗有6000多家加盟店，书艺有6000多家，茶百道6000多家。随着数十家品牌的激烈竞争，奶茶市场疯狂内卷。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，从17年到21年，国内新茶饮市场规模从422亿增长至1003亿，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20%。但是到了22年，市场规模为1040亿，同比增长仅 3.7%， 明显告别高增长，行业趋于饱和。这意味着蛋糕很难继续做大了，未来即便搞加盟也不一定赚钱。奶茶市场已经变了，天啊！外加众多的食品安全投诉。虽说现在大家对老蜜犯错的态度还很包容，但这不代表着以后还这么包容啊。所以呢，现在的雪王是最香的，是最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。但是吧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啊。本来寄希望 A 股上市的蜜雪冰城被打回来了，证监会发现蜜雪冰城 87% 的收入都是靠加盟商的钱，2万多家加盟商帮忙分摊这风险，自己那是旱涝保收。而且他有点盲目扩张了，所以监管部门的新限制不就来了吗？监管部门对主板申请设定行业限制，受限行业包括什么食品、餐饮、连锁、白酒、殡葬等等，这些行业一律成为红灯行业，不允许申报主板上市。除此之外，还附加了一条，那就是通过烧钱或者猛增，加盟商发展起来的都不鼓励申报上市。好的连锁店应该是带着加盟商赚钱，而不是光靠加盟商的钱。你猜老蜜放弃了没？当然没有。在 A 股耽误了1年多，雪王是转头苗下，拉来了高盛、美国银行和瑞银3家投行，打算以至少10亿美元的估值去香港谋求港股上市。但是呢，老蜜对此确实不予置评。这次老蜜的众多对手们也是纷至沓来。茶百道在8月15号向港交所地表股名，沪号阿姨、霸王茶姬等等品牌也被传正在谋求港股上市。众多品牌扎堆上市，看来又有一场腥风血雨即将登场啊！不知道手握阿迪内布局加盟模式，对外进行 IP 营销2大法宝的老蜜，还能不能守住茶饮 No.1 的宝座呢？到了这里呢，蜜雪冰城的故事就结束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蜜雪冰城几年的时间，从奶奶3000块钱的天使投资野蛮生长，一个店面4拆5建，最终以家常菜起家，竞争对手来袭，蜜雪冰城拔地而起。看到了神秘人登场，让蜜雪冰城改头换面，从家族企业变成正规大厂。兄弟细想，创始人出走阅冰城，面临生死考验，看了蜜雪冰城发展碰到天花板，老蜜高端商战玩起来，网红营销鼻祖华氏兄弟出谋划策，名声更上一层楼。
谋求 A 股上市，却被亮起红灯，许王转头瞄下拉来。投资再次谋求港股上市，雪王上市能否成功？它的未来呢，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与机遇？这些只能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了。